Google AI Studio， 我相信很多人应该都听过，大部分人第一次打开它，第一反应都一样，这个界面怎么这么乱？这里怎么这么多东西？聊天框、模型、参数、工具、实时模式、应用、代码，看起来像什么都有，但也像什么都还没搞懂。可是问题就在这里，很多人以为自己不会用，是因为工具太复杂，其实不是。真正的问题是你还在用聊天工具的思维去看一个 AI 工作台。如果你想真正把 Google AI 变成你工作的系统，我已经帮你整理好一份完整的 Google AI 变现工作浏览图，里面包括了15个 Google AI 工具完整地图、5条变现工作流、15个可直接复制的 prompt 和7天的执行清单。你可以在下方的说明区找到链接，直接免费领取。今天这支视频，我会用最简单、最顺的方式把 Google AI Studio 整体讲清楚，不是只告诉你它是什么，而是让你真正知道它该怎么用，哪些地方最值得学，哪些功能被大多数人低估了。你看完这支视频，你会知道什么？第一，你会搞清楚 Google AI Studio 到底是什么，它跟你平时直接用聊天机器人到底差在哪里。第二，你会学会一个真正有用的 prompt 框架，不是那种看起来很厉害但落不了地的技巧，而是你今天看完就能直接用的。第三，你会明白 System Prompt， 也就是系统指令，为什么它几乎决定了你后面所有输出的上限。第四，我会带你把 AI Studio 里面几个最强的功能都走一遍，包括实时互动、屏幕共享、视频分析、结构化输出、函数调用、代码执行、Grounding with Google Search、Starter Apps 以及 Builder 模式。你好，我是 Terry On。如果你想摆脱低效的忙碌，建立一个真正能为你赚钱的系统，订阅我的频道，我只讲重点。好，我们直接开始。当你打开 Google AI Studio， 你会看到一个聊天界面，一个模型选择区，一堆运行参数，一些工具开关，还有其他模式，比如实时串流、视频、应用和图库。这个界面会让人有一点压迫感，因为东西真的很多。但你现在先不要急着学全部，你只要先把它理解成3层就够了。第一层是最表面的聊天层，也就是你可以像平时一样直接输入 prompt， 叫它帮你做事。第二层是控制层，这里包括模型选择、temperature、structure output、function calling、code execution、grounding 这些，它们决定的不只是答案内容，而是答案怎么被生成，能不能执行，能不能接外部事件。第三层是系统层，也就是 system instructions、live 或者 stream、build mode、应用原型这些。到了这层，你已经不是在问一个 AI， 你是在配置一个 AI 系统。先说最基本的，聊天界面当然可以直接输入 prompt， 这一点没有问题。你想让它总结、写文案、分析、解释、规划都可以直接开始。但如果你一直停在这里，你其实只用到了 AI Studio 最表面的一层。有一个重要的提醒要给你们，那就是很多人会直接开始输入 prompt， 但更值得你花时间学的其实是 System Prompt， 也就是系统指令。这个东西真的被低估了，因为普通 prompt 是你当下这一轮要它做什么，而 System Prompt 是你先定义它应该成为什么样的 AI， 这两个差别很大。普通 prompt 是命令， System Prompt 更像岗位说明书。所以在这里，我先把最重要的 Prompt Engineering 的框架讲给你。Task、Context、Resources、Evaluate、Iterate， 你不一定要背名字，但你一定要懂逻辑。Task 就是你到底要它做什么，你不要只说帮我写一个东西，你要说清楚到底要写什么，输出格式是什么。比如不是帮我写营销内容，而是帮我写一个 Instagram 贴文 Caption。Context 就是你补充给它的背景，比如这是一个新的美甲系列，这是它的风格，这是我想给人的感觉。Resources 就是你喂给它的参考资料，比如图片、截图、PDF、案例、示例贴文，然后 AI 跑出来结果之后，不是就结束了？你接下来要 Evaluate， 也就是评估，最后再 Iterate， 也就是优化修改。举个例子，假设你现在要为一个新的 Nail Art Collection 写 IG Caption，Task 很清楚，就是帮我写 IG Post Caption。Context 是我附上了这个美甲系列的照片，还有我喜欢的几篇 IG 风格参考。Resources 就是这些图片和参考的贴文。接着你跑一次，看到结果觉得还不错，但不够个人化，那你就继续优化，说我希望这个贴文更像一个小故事，更有一点个人感觉，然后它就会从比较普通的营销语气变成那种更有画面感、更有情绪的表达。这个例子说明一件事，好的 prompt 不是一次写到完美，而是你有方法的把结果越调越准。
接下来我们往 System Prompt 走 ，System Prompt 的框架其实没有换，还是 Task、Context 这些东西，但重点会更偏向角色、风格、边界和输出规范。你不要把它写成一次性任务指令，你要把它写成这个 AI 以后都要怎么跟人互动。所以你在写 System Prompt 的时候，第一你要定义角色，比如你是一个友善的 Coding Assistant， 或者你是一个擅长简单一锅食谱的 Cooking Assistant。第二，你要定义语气，你是要正式的、轻松的、幽默的，还是专业的？第三，你要定义输出长度，短一点还是详细一点？第四，你要定义格式、列表、段落、代码、接生。第五，你要定义限制，比如你虽然了解医疗知识，但你不能提供医疗建议。举个例子，你可以这样设定 System Prompt： 你是一个专门擅长简单一锅料理的烹饪助手，你的任务是分析食材照片，然后根据照片建议一个食谱。输出要用清楚的步骤格式，要包括大概烹饪时间，也要告诉我大概几个人份。如果用户问跟烹饪或营养无关的内容，你要礼貌的把话题拉回料理建议。好，系统角色设好之后，再来给他普通的 prompt， 分析我上传的冰箱照片，列出你看到的主要食材，再帮我设计一餐，最好是汤或炖菜。另外，我还有泡菜、日式咖喱块和白饭。然后 AI 就会根据照片识别出豆腐、鸡蛋、味噌、柠檬、酱油，再组合出像泡菜豆腐锅这种建议。这个例子真正厉害的地方，不是它会做菜，而是你会发现，同样一个模型，一旦 System Prompt 设定对了，输出品质就会明显上来。Prompt Engineering 不是可有可无的小技巧，而是高杠杆技能。如果你真的开始训练自己从 Task、Context、Resources、Evaluate、Iterate 这种方式思考，你不只是 Prompt 变好，你做任何支持工作都会更有效率。好，接下来我们进入 AI Studio， 右侧和上方那些很多人没认真看，但其实非常强的功能。我们先说模型 ，Gemini 3 Flash 会比较快，而 Gemini 3 Pro 会比较详细。所以如果你现在在 AI Studio 里，你先选一个速度型模型，再用 Compare 模式挑一个更强但更慢的模型。你输入同一个 prompt 点 Run， 然后你观察差异。通常快的模型反应比较迅速，适合多人试验；更强的模型回答更完整，细节更多，有时对图片、文本混合理解也会更稳。多语言、多模态识别和理解能力已经是 Gemini 系列的基本亮点之一。然后是 Context Window， 也就是上下文窗口。Google AI Studio 的一大亮点是超大的 Context Window， 超过100万 token， 而且可以丢进去5-6本完整的书，甚至分析10多分钟的视频。接下来是 Temperature， 设置的越高，输出的回答就越有创意；设置的越低，回答就越稳定保守。你可以把它想成随机性旋钮。如果你在做创意发想、广告文案、多版本标题，温度就可以调稍微高一点。如果你在做抽取、总结、规范输出、接程序，温度就应该调低一点。再来是一个非常实用，而且我非常建议你认真学的功能，那就是 Structured Output， 也就是结构化输出。举一个产品营销例子 ，System Prompt 可以设置成你是一个面向 Gen Z 的产品营销人，帮我写新鲜、有兴奋感的广告文案，句子不要太长，用一点Gen Z的表达。然后如果你只是普通的问，帮我为一双男款黑色跑鞋写文案，它就会给你一段普通的文本。但如果这时候你把 Structured Output 打开，事情就不一样了。你可以直接规定返回格式，比如一定要输出 Product Name 和 Product Copy 2个字段，而且都必须是 String， 这样模型就会按你规定的接生结构输出给你。为什么这很重要？因为一旦输出可预测、可复现，你就能把它接进数据库、接进应用、接进自动化流程。这不是好不好看的问题，这是能不能工程化的问题。你如果现在跟着做，我建议你真的这样试一次。先打开一个聊天，设一个很简单的 System Prompt， 说你是产品营销助手，然后在右侧 Run Settings 里把 Structured Output 打开，接着定义2个字段，比如 Product Name 和 Add Copy， 然后输入帮我为一双男款黑色跑鞋写广告文案，点 Run， 你会看到它不再只是给你一段散文式答案，而是一个可复制、可下载、可给程序吃进去的结构化结果。你一旦体验过一次，就会明白为什么这个功能对做自动化、做应用、做接口的人特别重要。再来是 Code Execution， 也就是代码执行。意思不是说你要自己会写程序才用得上，而是你允许模型真的可以帮你执行代码，完成计算或验证一些结果。比如你问，如果我2年前投入1000块，年复利是 9%， 现在是多少钱？
你开着 Code Execution， 它就不只是靠语言猜，而是真的跑计算。这种功能在数学、数据、简单程序原型和一些需要可靠计算的场景里非常有价值。然后是 Function Calling， 这是很重要的部分，因为它让 AI 从会回答变成会挑工具。你可以给模型一个自定义函数，比如 Get Weather， 它就可以通过 API 去收集天气的资料。你给它 Google Calendar API， 它就能帮你排日历。这个功能在你开始做 AI 应用的时候会特别强，因为你不再是做一个只会说话的模型，而是在做一个会调用外部能力的 agent。再往下是 Grounding with Google Search， 它的作用就是让模型去查 Google， 用外部搜索结果来验证或补充答案，减少幻觉，也让模型能回答它自己参数里原本没有的新信息。比如，如果我要去马来西亚吉隆坡参加会议，然后会留到5月底，顺便想看看那里有没有教育科技会议、企业 AI 之类的活动，只要打开 Grounding with Google Search 后，模型就能一边收信息，一边给你建议。下面还有一些更高级，但不一定每个人都会先碰到的设置，比如 Safety Settings、Stop Sequence、Output Length、Pop-P， 这些都还在同类控制面板思路里。这些东西不是没用，但是一般人刚开始不需要花太多时间去调，除非你正在做很具体的应用场景，或者你真的在为程序接输出稳定性。好，接下来我们讲我认为最让人有这已经不是普通的聊天工具了的感觉的很强的一个功能，那就是视频分析。Gemini 3 Pro 对视频内容的时间轴理解能力非常强。你准备一段视频文件，上传进 AI Studio， 然后你的 prompt 不要只说总结视频，你要把任务拆清楚。比如，请先找出关键事件的时间戳，再按时间顺序给详细说明。你会发现，视频一旦被模型理解成可以被定位、被检索、被切片的信息，而不只是一个模糊影像，它就很适合拿来做教育、审核、总结、内容提炼、亮点抓取、比赛分析这种工作。你也可以上传大文件、PPT、PDF 等资源。这个模型对信息提取做得很不错。然后我们来到最有实时现场感的部分，那就是 Stream Real Time。它支持低延迟、实时双向的语音、图像、文本互动，在 AI Studio 里可以通过 Stream 来试。最惊艳的点有2个，一个是摄像头或者视频互动，一个是屏幕共享。现在你打开 AI Studio 里的 Stream， 你先不要想太复杂，你就把它当成 Gemini 在实时看你给它的东西。如果你给它麦克风，它就实时听你说；你给它摄像头，它就能看你面前的画面；你给它共享屏幕，它就能根据你屏幕上的内容实时跟你互动。比如我共享一个 YouTube， 里面放篮球比赛的视频，然后你直接问现在这个片段发生什么，它会根据画面内容告诉你球员在移动，有人被撞倒，谁拿到了球，比分是多少。可能过程会有一点 lag， 但那种它真的在跟着你看屏幕的感觉是很强的。接着再给一个更实用的例子，你可以打开 Photoshop 共享你的屏幕，然后你问他，我想把这张图后面的椅子移掉，该怎么做？然后他不是给你一个大段理论，而是一步一步指点你。比如让你先点左边工具栏的 Lasso Tool， 再把椅子圈起来。你做完后再问他下一步呢要做什么，他再说去上方 Edit 找 Content Aware Fill。如果你找不到，他还会根据你当前画面继续判断，告诉你是不是图层没选对，或者可以改走 Fill 的路径。这个示范真正打动人的地方不是 Photoshop， 而是它让 AI 从答题机器变成陪你做事的实时助手。这个用法你拿去放到 Excel、剪辑软件、设计软件、编码环境，甚至学习新工具的时候都很有意义。你不再需要开50个教程视频，一边看一边暂停，你可以直接让它跟着你当前的画面，一步一步带你做。对很多人来说，这种实时指导比单纯问答更接近私人老师。接下来是 Starter Apps。如果你不知道 AI Studio 最后能做出什么，不要只盯着聊天框，你去看它给你的应用范例，那里面会告诉你 Gemini 不是只能对话，它可以接地图、接界面、接逻辑、接代码，变成原型应用。以前你看 Starter Apps 是为了找灵感，现在你看 App Gallery 或者 Build Mode 是为了直接复制、重混、生成自己的应用。你可以在 Build Mode 用一句 prompt 生成完整应用，默认甚至可以是 Full Stack， 有前端，有 Node.js Server， 有 npm、secrets、firebase 多人协作 Cloud Run 部署，还能下载 CEP 或者推 GitHub。换句话说，它已经从看一看升级成你真的可以开始搭。看完今天这支视频，你应该发现一件事 ，Google AI Studio
从来就不是一个让你多问几个 prompt 的地方。它真正的价值在于，它把 AI 变成一个可以被你配置、被你控制、被你接工具、被你拿来搭系统的环境。聊天只是入口，不是重点。重点是你能不能从问问题的人变成设计工作流的人。如果你想更系统的把 Google AI 变成一个可以提高效率，甚至帮你赚钱的工具，我已经整理好一份完整的 Google AI 变现工作流蓝图。里面不只是工具介绍，而是完整的流程，可以直接用的模板，还有执行路径。链接我放在说明区，你可以直接去拿。很多人以为自己在用的是 AI 智能，但最后做出来的效果其实更像 AI 智障。不是因为模型差，而是因为他们只会把 AI 当做一个放大器，去放大原本就很模糊、很随意、很低质量的输入。真正厉害的人不是问得多，而是定义的准；不是会聊天，而是会配置；不是只拿答案，而是会把答案接进系统。如果你只是想偶尔让 AI 帮你写点东西，那你可能学到 prompt 就先够用了。但如果你想提高生产力，想做自动化，想做内容系统，想做产品原型，想做实时辅导，想开始搭自己的 AI 应用，那你就不能再停留在会聊天这一步，你要开始学 System Prompt， 学 Structured Output， 学 To Use， 学 Live， 学 Build， 学怎么把一个模型变成一个真正能工作的系统。如果你想摆脱低效的忙碌，建立一个真正能为你赚钱、为你节省时间，也为你放大能力的系统，订阅我的频道，我是 Terry Ong， 我们下一支视频再见。